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在美国，瑞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揭露了 DDT 等农药对环境的毁灭性影响，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这本书直接导致了 DDT 在美国的禁用，并催生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面对环境经济学中提出的问题，普通人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支持有机农业，减少化学物质的使用，并参与到环保行动中去。这本书让人们认识到，每个人的选择都对环境造成影响，而环境的健康直接关系到人类的未来。Observation 2. 曾经是世界第4大湖泊的咸海，如今却因苏联时期过度引水用于农业灌溉而干涸。这一环境灾难不仅让渔业彻底崩溃，也导致周边地区气候变得更加极端。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面对着失去生计的窘境。在这一大环境背景下，普通人开始意识到水资源的宝贵和脆弱，学会节约用水，并推动社区和政府采取措施恢复生态。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环境经济学的教训是沉痛的，但也是必须要学习的。Observation 3. 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震惊了世界，也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核泄漏引发的环境污染令周边区域的居民不得不长期疏散，同时也对农渔产品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危机。面对这一环境经济学的挑战，日本民众开始反思核能的使用，推动政府转向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普通人开始更加关注食品安全，支持本地和有机生产，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节能措施，努力减少对环境的负担。Observation 4. 巴西亚马逊雨林，这片地球上的绿肺，因非法伐木和农业扩张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雨林的减少不仅威胁到生物多样性，还对全球气候变化构成严重影响。面对这一环境经济学问题，巴西的普通民众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发起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支持可持续的雨林产品。他们同时倡导减少肉类消费，因为养殖业是推动雨林砍伐的主要原因之一。巴西人正试图在全球化的经济压力和本土环境保护之间寻找一种平衡。Observation 5.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但近年来由于海水温度上升和污染等问题，珊瑚白化现象严重，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环境经济学在此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大堡礁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澳大利亚重要的旅游资源。当地居民和相关企业开始重视生态友好型旅游，减少对珊瑚礁的直接影响，同时他们也积极参与到珊瑚礁的保护与修复项目中，试图在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Observation 6. 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第2多的国家，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特别是在首都新德里，每到冬季都会出现严重的雾霾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市民的健康，也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为了应对这样的环境经济学挑战，印度民众开始使用空气净化器、戴口罩，并在家庭和社区层面推广绿色出行和节能减排的生活方式。政府也在加大投资绿色能源，推动环境立法，试图减缓并最终解决这一危机。Observation 7. 西班牙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
高失业率成为了一个顽固的问题。然而，在环境经济学的指导下，西班牙政府和企业开始寻求通过绿色经济来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的发展，不仅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也为失业者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面对新的经济环境，西班牙的民众积极参与到绿色经济中，通过培训转换职业路径，把握住了绿色就业的机遇。Observation 8. 作为世界上电动车拥有率最高的国家，挪威的电动汽车革命为环境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研究。政府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免费停车、使用公交车道等激励措施，极大地推动了电动车的普及。普通民众开始认识到，通过驾驶电动车，他们不仅能节省油费和减少排放，也在支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种经济环境中，挪威人找到了减少碳足迹的机遇，并在全球环保意识提升中发挥了模范作用。Observation 9. 印度面临着巨大的能源需求和环境污染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太阳能变成了一个突破口。政府推动太阳能板的安装，提供了补贴和便利条件，希望以此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并减轻空气污染的情况。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许多印度民众开始在自家屋顶安装太阳能板，不仅降低了电费，同时也抓住了绿色能源带来的经济机遇。这一转变不仅对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印度的能源结构转型开辟了道路。View.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与经济紧密相连。然而，当我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往往忽视了这一切的背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环境经济学，它不只是一个学术术语，而是一扇窗，透过它，我们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以并行不悖的可能。让我们引入一点幽默，如果地球有个账户，那么人类可就是那个不停刷卡的购物狂。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却忘了支付环境成本的账单。环境经济学家就像是那个提醒我们先生，您的信用额度快要超了的银行经理。举个例子，当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大力发展经济时，它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狂飙的赛车， GDP 的速度表飙升，而环境则是那个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尘土。但随着雾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的爆发，中国政府意识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在破坏环境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到底，于是他开始转向环境经济学的政策，实施节能减排，推进绿色能源，试图在发展的道路上融入生态文明的理念。那么，环境经济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呢？简单来说，它研究的是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最大化经济福祉和环境质量。这听起来像是在玩一场高难度的平衡游戏，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环境经济学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教会我们，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破坏自然，相反，它揭示了一种可能，一种通过绿色创新和智能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保护我们的蓝天和绿地。例如，德国的能源转型政策 Energiewende 不仅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为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无数工作机会。这正是环境经济学理念的成功应用。然而，环境经济学并不是一剂万能药，它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所行动，从简单的节能减排做起，到支持那些对环境友好的公司和产品。站在十字路口的我们，面对环境的挑战怎么办？你可能会想，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别忘了，正是无数微乎其微的力量汇聚起来，才有了改变历史的巨浪。在面对环境经济学时，普通人可以从自身做起，比如减少浪费、选择公共交通、支持绿色能源等。这不仅仅是为了环境，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和后代的未来。而政府和企业则应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通过制定和实施绿色政策，投资可持续技术来引导社会的进步。最终，
环境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经济活动应该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而不是牺牲它来换取短期利益。这是一个让人既感到担忧又充满希望的故事。担忧的是，如果我们继续无视环境的警告，那么我们的未来可能真的就要勒紧腰带了。充满希望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了脚步，而每一个人的小小努力都是这条道路上的宝贵砖石。所以，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故事化思考，去探索环境经济学的世界。它不仅仅是政策制定者的智慧结晶，更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方式的体现。这个故事还在继续，而我们正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在环境经济学的领域里，中国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回顾21世纪初，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令世界瞩目。然而，这种速度背后隐藏着环境代价的积累。那时的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的名号，但同时也承受着严重的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地退化等问题。城市雾霾成为常态，河流变成了工业排污的去处，甚至一些地区的地下水都不适宜饮用。面对这样的环境危机，中国政府开始寻求转变。在实施政策前，中国的 GDP 增长率高达2位数，但可持续性问题却是摆在面前的难题。在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对环境保护给予足够重视。因此，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的尝试和实践。标志性的举措是“十二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和促进绿色发展的目标。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是推行绿色信贷政策，鼓励银行为节能环保项目提供贷款支持。这不仅促进了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在融资上感到压力，被迫转型升级。此外，中国还推出了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中国在环境经济学应用上的又一大步。再比如，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举措，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同时，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大力扶持，不仅推动了电动车产业的发展，也减少了城市交通的污染问题。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在短期内给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长远来看，却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育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了一条新路。这不仅仅对中国自身，对全球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模式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这些具体的行动，中国正在向世界展示怎样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找平衡。尽管这一过程充满挑战，但也充满希望。环境经济学不仅为中国指明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同样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Analyze. 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有效配置，以实现环境质量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学科。它的核心优势在于推动社会发展模式向可持续性转变，着力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环境经济学的原则，政府可以制定税收优惠、补贴政策和交易市场等手段，激励企业和个人采取环保行动，从而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长远来看，这有助于构建一个清洁、健康的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然而，环境经济学的实践也面临挑战和批评。经济转型可能导致传统行业的萎缩，从而影响那些依赖这些行业的社区和工人。在短期内，环保政策可能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引起一些反对声音。此外，环境经济政策的设计和执行需要精准和公正，否则可能引发市场失灵或权力滥用。对普通人来说，环境经济学的实施可能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绿色消费虽然有助于环境保护，
但可能需要更高的初始投入，如购买电动汽车或安装太阳能板。同时，环保意识的提升也可能驱动人们减少浪费，选择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这样的改变虽然一开始可能不易适应，但最终将造就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环境。综上所述，环境经济学的应用对于推进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确保经济转型的平稳过渡。对个人而言，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共同构筑美好的未来。